我的左边就是梵蒂冈的围墙，然后有一帮瑞士兵站岗。为什么用瑞士兵？因为跟中世纪的历史有关系。那个时候瑞士很穷啊，这个主要靠这个雇佣这个瑞士兵啊。瑞士兵的名声比较好，就比较忠诚，宁愿战到死也不撤退啊。所以后来这个教皇就用了这个瑞士兵来保护他。梵蒂冈博物馆进来以后，第一个馆是埃及馆啊，参观一下吧。这都是当年的官也是很珍贵的文物啊。看这里有一个木乃伊，一男一女，左边是女的，右边是男的。Say hi to him， 向他打个招呼啊。这是公元前750年，好家伙，2800多年了，2700多年了。但这些都是名器了，跟中国一样，名器，只不过是类型不一样。啊，从博物馆的这个窗户可以看见一个广场，那个就是著名的地球，叫什么地球来着？受苦的地球啊，一个雕塑啊，很有名的一个雕塑。这尊雕像叫尼罗河，应该是把河刻画成一个神的形象。然后呢，旁边有无数的小天使。小天使在干嘛呢？在玩这个尼罗河沿岸各种各样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，比如它的特产呀，尼罗河的鳄鱼呀，啊，甚至这边还有尼罗河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啊。这个东西，曾经被拿破仑抢走啊，放在了罗浮宫里。后来呢，费尽周章才从法国再要回来，还回到这个梵蒂冈啊。有点意思。这个屋顶也是挺漂亮，一种这个红色的一种基调，包括这个它的墙壁上也是。下面是它的这个雕塑厅啊，里面全是雕塑。我刚刚从那边上来。看看这细节，从梵蒂冈博物馆的3楼看到的。旁边还有一个人晕倒了，正在急救。这边透透气吧，天气实在太热。从这儿也是可以俯瞰罗马。这座雕像非常有名啊，是因为它是现在被称为运动员雕像的一个作品，古罗马时期的。注意看他的手啊，他的手的姿势实际上是拿一个特殊的工具来刮擦身上多余的油脂。因为过去的比赛之前呢，运动员都会在身上涂抹油脂，以防止被对手抓伤或者被对手抓住啊，起这个作用。所以它现在就象征作为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象征。这个是拉奥孔，就是原件啊，原件。前几天看见一个仿制品，这就是原件，就是那个预测了特洛伊木马进城的那个哥们儿啊，他和他的2个儿子被海蛇凶猛残忍的杀死啊，因为他透了天机嘛。那么在这个厅，很多人都去拍这中间的一个大盆啊，实际上不是，他真正的要看的地方是这个替身上的马赛克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幅大幅的马赛克拼起来的画啊，这才是他值得看的地方啊，全都是马赛克拼接的，包括现在踩的也是啊。踩的地方也是。这里的屋顶的这个装饰风格
跟其他前几天看到都不一样啊，就是这种有点这种浅浮雕这种感觉，跟其他我看到的宫殿都不一样，有他自己的风格。两边都是挂毯画，两边都是挂毯画。我的妈呀，人多哟！这里应该是最华丽的一个厅了，可能前面还有吧，反正这里是目前来看是最华丽的，黄色的彩绘顶啊，这简直是无与伦比啊！除了人多一点没毛病啊。在这个厅的两侧呢，都是一些地图，应该是当时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地图吧，各个地方的啊。哇，这个厅还特别长，相当的华丽呀。这个厅很华丽啊，仔细看这还有中国来的书啊。这个厅是教皇用来宣传圣母玛利亚的，就是当年这个教皇向所有的教徒信徒宣扬这个圣母无罪什么什么，这个信条的这么一个盛况的一个壁画啊，所以这个厅是很隆重的。看。这个厅呢是拉斐尔的画，中间这个巨大的一幅啊，是巨大啊，是描绘康斯坦丁的胜利的啊。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，虽然很年轻啊，但是谁也挡不住他的才华。那么这个里面的画法呢，都是在这个墙没有干的时候啊。非常快的作画，就是所谓的湿画法。确实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确实很震撼啊，真的很震撼。这个厅呢，过去又叫署名室，是教皇签署文件用的一个房间。那么这里呢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啊，就是这一幅。那么这幅呢是拉斐尔独立完成的作品，就是讲的是一个辩论的一个过程。所谓辩论就是辩神学啊，也就是所谓的真善美的真啊，真善美的真啊。所以这幅画呢，在美术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个房间是署名室。有趣的是啊，拉斐尔把他自己也画进去了，看见没有？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年轻人，从右边数第二个啊，是这个侧脸这个，这就是拉斐尔本人啊，他把他自己也画到这画里去了啊，也属于说是偷偷的数了一个自己的名吧。整个房间也是很华丽的啊，很华丽。过去是教皇来签署命令啊，签署行政。神学方面的一些署名的一个房间。这个应该算是教皇的珍宝馆了。你看这个十字架，红宝石、钻石，黄金、翡翠，各种。然后它的这个厅，主要是以各种碑啊、石
字架为主。看看这个，它这个法器啊，宗教器物，应该是很多国家送的之类的啊。不知道现在教皇住在哪儿，应该是有那些瑞士兵的地方吧，就不让人进的那地方。虽然身在意大利，但是这里是梵蒂冈啊，独立的。这里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，这都是排队进去参观的队伍。这是大广场，喷泉、方尖碑。它这个大广场的形状呢，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啊，也就是说，主欢迎世上的所有的人的意思。就这个意思。这里是应该是不要票的，但是要排队。这里是神圣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，的确是够大。然后看这里从天堂传下来的3道光。这是罗马教皇所在地的大教堂。这个雕塑也非常有名啊，这是贝尼尼的作品，非常的栩栩如生的一幅作品。贝尼尼的作品呢是深受这个教皇的喜爱的，所以在这个梵蒂冈里面有很多他的作品。那么其中这里的一座这个天使，一对小天使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的作品。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天堂之光下啊，感受一下天堂之光，非常刺眼，是吧？这个教堂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，也是天主教堂的圣庭。传说中的这个耶稣的门徒之一彼得就埋在这里，所以叫圣彼得教堂。天主教的圣庭啊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，可以同时容纳6万人来礼拜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华盖啊，这个华盖也是贝尼尼的作品。另外这里面还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雕像，也很有名啊，不过要找一找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华盖下面应该是一副棺材吧，肯定是某一个教皇的棺材，或者是什么样，或者是圣彼得的。金碧辉煌啊，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前方就是祭坛了。看介绍呢，这里是第一位教皇的墓，彼得的墓。这个华盖好华丽啊。它就是应该是为彼得的墓所准备的。这里面是做弥撒的啊，如果说你也是做弥撒，也是可以进去的，并不阻拦啊。
哇哦！类似的这样的不同花色大理石的这种雕塑，在巴黎我也看见过一个啊，当时是一个女性的形象，她的裙子就是用这个红色有点红色的大理石来做的，在巴黎的一个美术馆里。这是做忏悔的地方。全是大理石。这是珍宝馆里的一个十字架，专门供了这个十字架。这里应该是历任教皇的名字，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封号啊。都传了那么多季了，从67年或者64年开始，公元64、67年开始，一直到现在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教皇吗？躺在这里，是真身吗？感觉又不像。Innocent 11 Punk Max Innocent 无罪的，没有原罪的啊 Innocent 11世。这里还有一个地宫的入口，但是封上了，门关上了，进不去。在教堂入口的一侧还有一幅著名的作品，就是米开朗基罗的《圣母哀悼耶稣》。米开朗基罗前2天看了他的《大卫》啊，今天看他的这部作品。大师就是大师啊，不服不行。Marsch!